嘿呦，各位，欢迎又回来到了游戏频道，我是麦克。那有位观众 Bad Game Boy 要求来评测一下这台爆炸小车。拜托，我是什么人？我1秒几10万上下，跟你在那边啊，弟弟，车来了呀！那广撞炸弹跟极速广撞炸弹呢？说实在的，我真的很少在用，因为广撞炸弹的投掷距离实在太短，只有10米左右，而且攻击不大。而极速广撞炸弹的是攻击范围太大，但投掷距离也没增加，造成有时没丢好呢，会有点伤敌1000自损800的状况啦。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用手榴弹比较多。不过 Team Soda 也很聪明啊，就了解广撞炸弹的缺点后呢，导入了炸弹小车这机动性及侦察性非常高的武器。但这边必须得先说一下，就是炸弹小车呢，其实比较不属于主副手会带的武器啦，比较像是辅助型的武器，就类似像手榴弹这类的投掷物，所以你没有办法整场地图带着它到处打。那这边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炸弹小车的设计图在哪里拿好了。那炸弹小车的设计图呢，要在迷宫中大概正中央的这个房间中就可以找到其设计图了啦，简单明了。这边拿到设计图之后呢，就要来准备制作这个炸弹小车了。那其实炸弹小车的整体材料的需求都不难啊，只是有点繁杂，然后制作的步骤呢也比较繁琐一点。那它最基本的材料呢，要从广撞炸弹做起。那广撞炸弹的材料是火药120个，然后卷纸1个。然后接着就是极速广撞炸弹了啦，那需要广撞炸弹3个，然后聚乙烯片20个，那我之后叫它塑胶片好了啦，那有点绕口。然后胶带1个，接着最后这边的炸弹小车呢，就需要无线模块1个，然后极速广撞炸弹1个，塑胶片10个，R6 电池2个，以及 3D 打印材料3个。那炸弹小车比较高端的材料其实就只有无线模块而已啦，但无线模块呢可以在 IT 小米这边买到，然后 R6 电池也可以，但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塑胶片跟卷纸啦，因为塑胶片它的用量很大，而卷纸呢它只能用找的。不过各位其实多跑几趟 JLab 就可以了啦。那说实在的 ，JLab 大概是我觉得整个亚科夫最肥的地方啦，而且基本的广撞炸弹呢大概都可以在这边的武器箱中取得。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塑胶材料，像说是这个玩具火箭啊、篮球骰子这种，就是到时候呢可以带回来拆成塑胶片。而塑胶片呢，如果有缺的话，也可以在就是地堡中的贩卖机这边买些篮球啊，或者是塑胶水桶拆解先顶着用。最后合成完后呢，我们就有自己的一台爆炸小车咯。那这台遥控车呢，我觉得它就2个主要用处啦，就是侦察及爆破攻击。而主要而且很好用的呢，大概就是侦察啦。那攻击爆破的话呢，我觉得它的伤害其实一般般，就是尚可。那在靶场测试呢，看起来伤害最高就是90点。再来，这台遥控车主要侦察的这个优点之外呢，就是部署它后，你就可以透过它肆无忌惮的在地图上到处走，而且它还是无敌的。因为我发觉敌人好像会发现它，但是不会攻击，所以你可以远端遥控着它，然后到处侦查，确认地图的各个点。那它可控时间呢，差不多在30秒左右。那我测了一下，就是以37号实验区军营，我马停在军营下方这个东侧处，然后部署爆破小车后呢，它大概可以开到军营接近中间的位置。所以如果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呢，爆破小车其实可以算是整个游戏攻击距离最远的武器啦，而且还是无敌的。所以爆破小车呢，非常适合一些比较小心，然后步步为营的玩家啦。那我觉得，尤其是可能玩困难难度的玩家啦，因为很多时候呢，像我不确定前方是否有敌人的时候，我会利用投掷物来投石问路嘛。但是如果碰到一些边角或者是房间的话呢，就不太方便。反之，如果有爆破小车的话呢，就可以灵活很多。但这边我觉得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设计图发现的太晚了啦，因为设计图是在迷宫中发现的，基本上游戏都快结束了。那我觉得应该至少放在37号实验区中的说，这样子才会比较有机会使用到它嘛。但我猜应该可能就像 TS128 脑机模组一样吧，算是个 OP 的存在。
因为可能 Team Soda 怕有心人士呢像我一样一次做个10几台，然后打王的时候就很轻松，只要站在一个安全的角落呢，然后一台一台的送过去，然后看到王呢不爽就直接撞他老母。那这边我就展示一下我用爆破小车打王的片段吧。我这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Takira 啦，因为他都喜欢归在房间，我不喜欢，所以我拿爆破小车测试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想到他。那这边我就找一个安全的角落部署爆破小车。一样，我这边先检查一下周遭啊，确认一下附近没有敌人。OK， 来放爆破小车了。奇怪，怎么没看到他？我发觉亚科夫在某些地方好像有点 bug 其实也不算 bug 啦，应该是说好像在某些地方，好像你要人真的抵达，他才会触发敌人。那这边 Takira 看起来没出现。我这边走进去看一下，看能不能触发一下 Takira。果然。你看，刚刚绕一圈没看到，结果我这样走进去，马上就看到他就在门口。后侧先躲一下，那这边转角呢，感觉蛮安全的。OK， 小车车出动 ，OK 啦，就这样慢慢炸。感觉 Takira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这样子感觉还蛮轻松的，就这样子打的时候呢，就远远的这样子撞他老母。哦，而且他还会跟上面的炮台互打。哦，那这样子打 Takira 真的没什么压力啊，隔山观虎斗，慢慢的一台一台送过去啊，炸死他。挂了哦 ，OK， 那就炸这个炮台吧。那这边打这个 Takira 大概花了4、5台的炸弹小车吧。再来这边我们就来打 Killa， 那同样的我也不太喜欢他一直归在房子内啦。那如法炮制，这边寻一下附近周遭看有没有敌人，然后接着我们就来放这个炸弹小车车。OK， 这边想说寻一下，看想说躲哪里比较安全。OK 啦，躲这个角落，想说如法炮制，小车车出动。那个小车车在侦查真的很方便，一些危险的区域呢就放它出去就好。奇怪，怎么又看不到 Killa？ 他也是跟 Takira 一样是要进去才会触发的嘛？哦，看到人了，他感觉一头雾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OK 啊，刚好也快爆炸了，等它爆吧。伤害才39，感觉不太痛OK， 接着来放第2台如法炮制。他怎么忽然冲出来了？他是知道我人在哪里哦。他知道我人在哪里耶。Killa 的话要站比较远一点好危险哦。OK， 又找到一个安全的转角。那继续放车车出去。奇怪，他人怎么回去之后又消失不见了我觉得亚科夫的王有时候真的是神出鬼没怎么人不见了奇怪，他人到底是跑到哪里去了？What the fuck？ OK， 这边放第4台小车了吧？ OK， 这次想说沿外围绕啊。What the fuck？ 他人怎么会在这边？奇怪他怎么人忽然出现在外面啊？而且他的血好厚哦。再放第5台，这是第5台了吧 ？OK， 安全呐、他真的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 Killa 感觉要站比较远一点，第6台。
OK， GG， 最后炸了90点的伤害啊。那我这边大概出门前带了10台的炸弹小车，那打 Qla 呢，看起来是要用差不多6台左右啦。哦，最后应该是他的甲爆了啦，所以最后的伤害才会比较高一点。OK，GG。那接着最后就同场加印打狼王啦。那狼王呢，原本没有想说要来打，只是好像经过，然后有感觉到他好像在附近。OK， 用 TS128先确认一下他在不在，不然的话我实在不想要随随便便把小车放出去。OK， 他人在。OK， 站远一点，放炸弹小车。OK， 放出来了。哦，他发现啊！哇，一次瞬间秒杀全部哎，这太爽了吧！哇，其实如果你多做那个炸弹小车，其实打王真的还蛮轻松的。我在想，这也难怪 Team Soda 把它放在迷宫里面。那希望这个亚科夫呢之后还会继续更新啊，那这样子呢，这个炸弹小车才有它的用武之处嘛。那这边大家也可以就是多做几台呢放着，那之后改版呢可能就用得上了。OK 啊，那这一次呢就是这个炸弹小车的这个介绍评测，那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喽，拜。